错峰休假期间，公司突然被实名举报，说我国庆强制加班，公然违反劳动法。更离谱的是，有员工发视频哭诉，说我扣着假不让批，害得他没见到亲人最后一面。可公司节假日5倍工资，错峰放假，弹性工作，灵活办公，节日礼品，允许带宠物上班，这些人性化制度，他们偏偏视而不见。看着满屏的谩骂和背后的凉薄，我直接公开直播。即日起，公司正式解散。这下所有人都慌了。飞机落地刚开手机，我就被无数消息轰炸。庄总，公司被举报国庆节不放假违反劳动法，现在人社局要处罚咱们，该怎么处理？庄总，我这里已经收到多封法律文书，都是起诉公司和您个人违法用工的。庄总，工会组织来人了，他们要替职工维权。我正想问清楚，一条消息突然弹了出来。庄总，不好了，公司上热搜了。话题下面骂声滔天，清一色都是讨伐我这个黑心老板的谩骂。其中一个 ID 勇敢嫣嫣发的视频播放量破千万，自称当事人，哭诉被公司恶意压榨，即便脸部打了码，我还是一眼认出，视频背景正是公司新员工柳如烟的工位。面试时明明说的是工作8小时，周末双休，真实情况是1周24小时，全年无休，平时不放假也就算了，可是这次国庆节竟然也不放假。偏偏最疼我的奶奶生病住院了，我和老板请假了很多次，他都拒绝了，最后害得我连奶奶最后一面也没见到。网友们瞬间炸了。21世纪竟然还有这种黑心公司，这已经不是良心问题了，建议博主去告，告到他倒闭为止。说的容易，咱们是打工人，怎么可能告倒公司？要不是实在没办法，估计博主也不会用这种方式争取权益。向暖文化是吧？避雷，我还会叫身边所有人都避雷你们公司的产品。在满屏的骂声中，有一条评论引起我的注意。我记得这个公司之前还是打工人羡慕的神仙公司谣，这是塌房了。一个叫隔壁小楚的 ID 立刻回怼：我呸，什么神仙公司，都是老板自己营销的，进来后你就知道了，说的什么人性化，什么高福利都是假的，就是一个骗子公司，大家千万别上当。这条回复被顶到最前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人为操作。紧接着，我的手机被骚扰电话和污言秽语炸到死机。看来这个架势修不成了。我搭上了最近一班的返程飞机，一夜过去，网络谩骂愈演愈烈，董事会股东纷纷发难，一些本就和我意见不合的股东更是借机提出要罢免我。我不得不一边制定危机公关方案，一边和他们解释周旋。庄总，刚刚盛华的陈总打来电话，说下周的项目签约仪式取消。你说什么？对方说不敢和不关心员工的公司合作。盛华项目可是我熬了2年才谈下的单子，光是喝酒喝到进医院就有好几回，现在就因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造谣说黄就黄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沉下脸下令，先安抚好陈总，等我回来。另外通知全体员工，所有调休取消，立即返回公司，明早9点准时到会议室开会，所有人不许迟到，不得缺席。同时通知财务部，这个月的5倍工资除法定的3倍之外，其他全部收回。王秘书一惊，还是应声去办。啊，好的，我马上通知。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向暖文化自创立，温暖就是我的核心理念，所以我顶住股东们的压力，推行8小时弹性工作制，错峰休假，灵活办公，法定3倍薪资提到5倍，还允许带宠物、带孩子上班，节日福利、年终奖样样齐全。可这些全被柳如烟刻意抹去，还生生扭曲成了加班是常态，法定假日不放假。至于他口中的我不准请假，没见到奶奶最后一面等，更是无稽之谈，因为我压根就没收到过他的请假申请。还有那个和他一起配合污蔑公司的隔壁小楚，我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。既然你们要拿法律说事，那我只好依法办事了。与此同时，员工们正聚在一起议论，其实错峰放假真的挺好的，节假日到主人几元，什么东西都比平时贵，出行成本高不说，还哪都闹心。可不是嘛，这几年我都已经习惯错峰出游了，人少景美，价格又划算，简直不要太香。可惜啊，这次这么一闹，以后这种福利怕是没有了。我带着保安和法务径直走进办公区，一眼就看到柳如烟正和楚生说笑。楚生是公司的老员工，能力一般，搞事第一，但是每次他想要什么从不自己争取，而是撺掇别人搞事。以前我觉得只要没损害公司利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这次不一样。马上锁定电脑，保留证据。我冷声吩咐。庄必凡，你不是和家人度假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没有说话，递了个眼神，2名保安就一左一右围住了他们，法务则马上去他们的电脑上取证。你们干什么？不许动我的电脑，你们这是侵犯隐私。大姐，办公电脑是公司的，不是你的，你用公司电脑造谣传谣，害公司信誉扫地，损失惨重，已经涉嫌犯罪。那他们呢？他们又不是警察，凭什么抓我？我们没有抓你啊，我们只是在保护公司公共财物免受损害。你们这是在威胁我，我要报警。好啊，那赶快报吧，
正好这些证据也需要交给警方，省得我再跑一趟了。你们楚生这时上前装老好人求情。庄必凡，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我想陆烟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他吧。原谅？为什么要原谅？柳如烟依旧嚣张放狠话。楚哥，别求他们了，让他们做，越做就死得越快。不信咱们走着瞧。下一秒，王秘书冲进来递来手机。庄总，出事了，您看手机。视频内容正是我们刚才的取证场景，但内容却只截取了我们几个人态度强硬的话。州法务的普法内容丝毫没有，舆论自然又是一边倒的追讨我。之前的热搜刚下去，现在又上来了，要不要找人处理一下热搜？从视频的拍摄角度看，这次肯定不是柳如烟拍的，再加上发布买水军的速度快的反常，他们背后铁定还有同伙。庄总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说。又有几个合作商表示要取消合作。是哪几个？我扫过名单，反而笑了。原本正愁一时找不到内鬼呢，这下直接送上门来了，那就索性一网打尽。庄总，要不要找人处理一下热搜？不用，让他们炒吧，热度炒得越大越好。第二天上午9点，会议准时开始。我故意迟到了15分钟才去。会议室里人心惶惶，这都快12小时了，热搜还没下去。现在全网都在骂咱们公司是血汗工厂，庄总是黑心老板，这次是真闹大了啊！还能咋处理？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进了一次局子不说，现在听说董事会已经决定罢免他了啊！真的假的？柳如烟和楚生得意洋洋，笃定我必到无疑。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，放心吧，这次咱们肯定能赢。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搞不明白，还想赢？就在他们讨论正热烈时，我走了进去，身后还跟着几名扛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。我故意将摄影团队安排在全场最中心的位置，确保画面能拍到所有场景和每个人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几位都是我请来的媒体工作人员。今天这场会议将会同步直播，稍后我会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，大家可以分享转发，发动亲朋好友来观看。柳如烟，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放在桌上，要拍正大光明的拍，我需要你的视角。柳如烟愣了一下，却还是梗着脖子，嘴上依旧强撑着不肯服软。拍就拍，以为我怕了吗？还有你们想拍的也都可以拍，大放拍，尽情拍，我要的就是多角度，全方位。此刻所有人脸上的表情，除了震惊就是疑惑。我也不卖关子了，现在会议正式开始。我点开大屏幕，第一句便承认。首先，针对柳如烟等人在网络上指控公司国庆节不放假一事，我在此确认情况属实。刚说了一句话，网上热度就上来了，手速快的网友已经开始骂人。但是这是他断章取义，事实却是我们公司实行的是错峰放假和轮流休假制度。以下就是证据。随着画面的一一展示，网上的气氛也开始变化。其次，关于公司加班和不放假的舆论也都是假的，因为公司实行的弹性工作制和灵活办公模式。除此之外，公司还有诸多人性化的制度，比如员工可以带孩子和宠物上班、节日礼品、生日会、年终奖。随着大屏幕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被公布，网络上的舆论也彻底反转，真相竟然是这样，我们都被骗了。果然不能轻易相信网上的人。天了，这不是神仙公司吗？不夸张的说，这已经打败市面上99%的公司了。人家之前本来就是神仙公司，不知道怎么就被黑成这样，应该是得罪人了吧？肯定是呗，你看那个博主，明显是收了黑钱了。与此同时，向暖文化神仙公司再次登上热搜，无数网友@向暖文化的官方账号，道歉的道歉，求职的求职，一时间官方账号人气暴涨。我看着沸腾的弹幕，沉声宣布：今天这场会议除了向外界澄清事实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。现在我宣布公司的最新决议，从今日起，向暖文化公司正式解散。全场炸开，员工一片哀嚎。公司解散，那我们岂不是要失业了？我每个月的房贷车贷怎么办？我也一样啊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老婆还刚失了业，现在全家就指着我一个人养家糊口呢，这以后可怎么活啊？单身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，现在就业环境这么差，出去上哪儿找工作啊？与此同时，网上也炸开了锅，不过这次网友们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我。哇靠！直接关门，这老板也太飒了吧！爽剧都不敢这么演，哈哈哈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叫你们闹，这回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吧，活该！人性本来就是贪婪的，你越是给的多，有些人就越不满足，最后只会养大胃口。一旦你不给了，他就会反咬一口。公司又不是慈善机构，做老板本来就该冷情一些。向总还是太重感情了，才让自己吃了这么大一个亏。我看舆情差不多了，便切断了直播，并以内部会议不便公开为由，要求所有人停止拍摄，剩下的事就交给公关部了。大家讨论了一圈后，还是不敢相信。庄总，您一定是开玩笑的，对吧？事到如今，有件事必须告诉大家了，因为这次的负面事件，绿松资本的投资撤销了，所以公司的上市计划不得不暂停。不止如此，本来已经
经谈好的盛华订单黄了，还有好几家合作商也都要取消合作，现在公司已经支撑不下去了。所有人都沉默了，有些员工甚至开始偷偷刷起了招聘网站。众人纷纷把矛头指向柳如烟，骂她是害人精。这一切都怪柳如烟，要不是她搞这一出，公司何至于成这样？对，罪魁祸首就是他，害人精，都怪他。等到现场安静下来后，我缓缓起身，话锋一转，大家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，公司是我一手创立的，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是跟着我一起打拼过来的，所以我抬眼扫过全场，声音沉稳却带着力量，我不会轻易放弃他。庄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忍不住出声追问，眼里满是急切。我决定注销向南文化，启用新的公司和品牌名。话音刚落，人群里松气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有人低声嘀咕：原来就是改个名字啊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真要散伙了。不，第一，新公司将取消错峰放假、弹性工作、灵活办公所有超出劳动法规定的福利，一切按法定标准来。第二，除了法律要求的基本保障，公司不再提供任何额外的人情化服务。第三，新公司只认业绩，能者上，庸者下，没业绩的，再好的情面也没用。3条规则落地，全场瞬间炸然，有人震惊，有人错愕，还有人面露难色。当然，愿意接受新制度的等等去人事部的签字，不接受的今天就可以离开。公司会按照法定给予补偿。现在给大家10分钟考虑，计时开始。计时器的滴答声还在会议室里回荡，10分钟还未到。除了柳如烟和几个员工，其他员工纷纷去人事部签字。人都会计算利弊得失，比起失业带来的严重后果，接受一些本就该遵守的规则约束又有什么难的？没有失去过，又怎么会懂得珍惜？以前太过纵容，才让有些人忘了分寸。如今不过是回归本心，倒成了考验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楚生竟然也要去签字。你们拦我干什么？难不成是不想让我留下？我可是公司的开山元老。想当年我和庄总一起创业时，他絮絮叨叨地卖着惨，试图用元老的身份绑架所有人，语气里满是理所当然。楚生，庄总，这一定不是你的意思，对吧？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眼神冰冷地瞥着他。你说呢？庄必凡，你不能这样，我可是陪着你一路打拼过来的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想当年我们一起克服困难，跑客户，通宵改方案。他唾沫横飞地演着苦情戏，试图勾起我的恻隐之心。可我自始至终都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看一个跳梁小丑如何演完自己的独角戏。说完了吗？完了的话，那咱们好好算算账吧。进来吧。下一秒，市场总监、人事经理、财务经理、州法务等齐齐走了进来，他们分别将一沓沓资料放到我面前。庄总，这是楚生的业绩统计表，已经连续14个月部门垫底。市场总监率先开口，语气冰冷。人事经理紧接着补充，声音清晰有力。庄总，这是楚生最近1年的考勤记录，248个工作日中，他有185天不足8小时。庄总，这是楚生所有的报销清单，其中不符合规定，但您特批报销的有98项，总计金额83.5万元。最后，州法务拿起一份打印好的聊天记录，眼神锐利地看向楚生。庄总，这是楚生电脑里的聊天记录备份，内容涉及挑拨是非、诋毁公司、诽谤他人以及泄露商业机密。别说了，庄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看着他丑态百出的模样，我缓缓开口：机会吗？倒也不是没有，就看你能不能做到了。楚生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忙点头：宁，肯定宁。那好，告诉我这次的事情还有谁参与了？一个都不准落下。王秘书和州法务早就把证据摸得门儿清了，我偏要楚生自己说出来。一来打官司要认证，他亲口招认才板上钉钉；二来当老板的能坐收渔利的事，何必自己费力查？不如抛个网，让他把同伙全咬出来，省事儿又彻底。楚生为求自保，毫不犹豫供出了所有同伙。还有销售部的李磊，他去年升职申请被拒，一直怀恨在心。还有技术部的张萌，早就想跳槽去竞品公司，这次是故意帮着传谣言表忠心。其中几人若不是他交代，我们还需耗费大量时间追查。而这些人果然都和之前要取消合作的客户名单一对应上。当然，也有像柳如烟这样没脑子的，被楚生等职场老油条挑拨蛊惑，一时脑热就成了别人的炮灰。比如柳如烟。很快，我撒出去的网就收获满满了。楚生出卖队友的消息迅速传开，马上就有人站出来公开揭发他的诸多罪行。他不光挑拨离间、泄露机密，还偷拍女同事、包养小三，甚至经常去赌博嫖娼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楚生自然也不甘示弱，反手就爆出更多猛料，把同伙的黑历史扒得底朝天。一时间，这群人互相撕咬，狗咬狗，乱作一团。我趁机顺藤摸瓜，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有责必究，有罪当罚，等待他们的终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楚生、柳如烟等人被公安机关抓捕之后，所有真相全部大白于天下。公司趁势将更名为秦晖科技的消息发布出去，又上了一波热搜。有了这几次的宣传铺垫，大家终于知道，我们不仅是福利优厚的神仙公司，产品实力也十分出众，只是此前太过低调。没想到秦晖科技这么靠谱，产品质量绝了。之前错怪老板了，果断下单支持。一时间，公司名声大噪，订单暴增。此前要取消合作的客户也纷纷找上门来道歉讨好。盛华公司的陈总更是亲自上门，连夜敲定了签
签约。与盛华的签约结束后，我召集所有留任员工，高声宣布：对于留下来的人，每个人按照职级和业绩，工资统一调高1级。大家别急啊，还有更大的惊喜呢！看着众人期待的目光，我缓缓开口：其实绿松资本的投资根本没有撤。我仔细将前因后果和大家解释了一番。这一切都是我们将计就计、引蛇出洞的安排。一来，顺利让大家快速接受新制度；二来，借机清除团队里的害群之马。更何况，注销旧公司改名为秦晖科技，本就是投资方的要求。早在1个月前，绿松资本就调研得出，向暖文化名字太过局限，不利于品牌打造，建议我们更名上市。我顿了顿，加重语气：所以，公司的上市计划不但没有暂停，反而因为上次的事情知名度大增，业绩飙升，直接加速了上市进程。大家手里的股权依然有效。众人喜出望外，鼓掌欢呼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是真的吗？你快掐掐我！哎呦，好疼！你还真掐啊！看着眼前欢呼雀跃的众人，我唇角轻扬，心中清明。做老板从不是要讨谁欢心，换谁感激，而是立好科学的规矩，守好公平的底线，造好干事的氛围，让每一个踏实做事的人都能凭着自己的本事活得体面，活得有尊严。